在美国旅行，住宿成本一直不低，一个人住酒店一晚至少要100-200美元，其实并不划算。所以这次我去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旅程，决定尝试入住3家青旅，从4人间到8人间不同房型都体验一遍，也想看看这种更便宜的住宿方式是否真的可以住得安心。你说我一个旅行博主都没有住过青年旅社，是不是有点惭愧？所以这次在我第4次来洛杉矶的时候，我决定尝试一下这家 hostel， 好像是洛杉矶好评最多的一家青年旅社。所以让我们进去看一下美国洛杉矶市中心的青年旅社是什么样的吧。看这个嘛，刚刚 check in， 还给了我一个最高层13楼。进去看一下房间是什么样子，我还第一次住 hostel， 不知道什么样子。13th floor。它这个是8人寝是最便宜的，混住是最便宜的，所以呢，最贵的话是4人寝，要是最贵的话也是女生寝室，所以我选的是4人女生寝室，应该是它这个规格里面最贵的。今天去看一下，你们先猜一下，这种规格的青年旅社是多少钱？1306到了。一进房间是很简单整洁的感觉，下午的阳光照在房间里，显得环境也很温馨。床是木质的4张上下铺，虽然没有帘子，但床头的部分有木板遮挡，所以如果想要多一点隐私，可以在登记入住时要求住上铺。但如果不想爬上爬下的麻烦，住下铺其实会方便很多。住青旅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自备一个锁头，这样可以把重要的物品锁到每人一个的柜子里，空间大小是连行李箱都能直接放进去的。洗漱区也做了干湿分离，厕所外面有一个额外的小洗手池，卫生间每天都有打扫，可以随时洗澡，但没有什么洗浴用品，包括拖鞋在内的所有洗漱用品都需要自己准备。但如果你实在需要，前台也可以提供少量的洗发洗浴用品。卫生间还挺干净。OK， 现在揭晓这个房间一天晚上是多少钱？我订了3天，加完税，加完 property fee， 就加完所有的费用是133美元，那平均一天晚上就是45美元。这还是4人女寝最贵的水平。如果你要选8人混寝的话，会再便宜10美元一天晚上。所以你觉得一天晚上45美元买这样的一个床位合适吗？住青旅的体验除了房间环境外，我觉得它公共区域的功能也很重要。首先就是1楼大厅，它这个1楼 lobby 的环境还挺好的，很适合在这儿办公啊，或者是说跟朋友聊天什么的。它还有地下1层有2个公共区域，其中一个是健身房。健身房没有人，再看看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是用餐区，可以在这里吃外卖或是加热食物。还有微波炉。哇。Oh, this is a fridge we can use. Yeah, oh. If you find a space somewhere, you gotta This is mark people's it carefully. food, right? Yeah. Okay. I've never used it, so good luck. But in the cabinets, you could put stuff. No knives and forks and stuff like that. You Okay. gotta do that. So I made myself. Yeah, little cups like that, but no. Okay. Got you. Thank you. 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功能，
而这家青年旅社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他们的屋顶泳池酒吧。它这个屋顶泳池环境还不错呢，还有一个屋顶酒吧。如果再赶上傍晚时分上来，还能顺便欣赏一下洛杉矶市中心的城市落日余晖。我也正式成为了可以住青年旅社的旅行博主了。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住的这个旅店，赶快回去洗漱一下，收拾收拾。毕竟第一次住这种寝室，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收拾一下，感觉有点怪怪的。不知道现在房间是不是还有只有一个人？13door。早上好呀，朋友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是没有人了，刚刚这几个人都出去了，所以我现在大概简单拍一下白天的样子。这是我睡的上铺，然后昨天晚上下铺有一个人早就走了，然后这一铺大概是睡了3天还没走呢，然后上铺是一直没有人。这外面就是洛杉矶的市中心，所以能看到是有一点吵的。我觉得住青年旅社让我想起来了大学4人寝室的那段时光。这次我感觉住了 hostel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了一样，因为我们整天都是在外面活动嘛，然后晚上很晚回来就是洗个澡，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走了。所以这种形式既省钱，然后呢又方便，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在市中心，坐公交车什么都比较方便。不管是去健身房，还是去公共的用餐区，还是说去电梯区，全部都是要刷卡的，所以安全性也是 OK。所以我觉得我这次选择了4人女寝，我感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尝试。这种青年旅社就对我们这种独自旅行 solo travel 的人非常非常友好，就你想要的所有设施都有。而且你还想省钱的话，因为美国一天晚上$100、$200的酒店，我觉得真的是不划算。除了就是说你要是一家人这种，然后共同在一个酒店房间里还比较好。但是毕竟有我这种独自出来旅行的，或者是你不方便跟他就是共用一张床的或者一个房间的朋友，就非常适合你的小团体，然后包一间这种寝室，然后你们就可以共享一个空间。其实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这4个人的寝位有可能比你单独住2个酒店房间还便宜，就会更不同的一种体验吧。我觉得是蛮推荐给愿意尝试一些新鲜体验的人。如果只住一家青旅一个房型就下体验很好的结论，可能并不全面。所以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我分别住进了不同地点、不同房型的青旅。那他们的入住体验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这2天在迪士尼住的青年旅社6人女生寝室。一进门是一个斜放的上下铺，所以说这一圈是一共有6个床。这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柜子，挺小的，放不了行李箱。中间有可以坐的凳子，还有冰箱和微波炉。然后它这个厕所是这种拉帘式的，所以就是说大家
都可以共用这个区域，不是说谁关了门你就用不了厕所了。但是呢，这个厕所和洗澡的区是可以带锁的。这一看就是有人常住在这儿，东西挂的还挺满的，而且它这个浴巾都是有编号的，按床位编号。这几个人真的是每天晚上都有变化，有的人特别晚的来，然后特别早的走，都没有见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对，我住的是28号床上铺。我觉得这家酒店好像是印度人开办的，所以前台好几个小哥都是印度小哥。当我看到这个我就笑了，这特别像印度人的风格，就是他有那种插排，然后所有人都可以插在上，然后我自己也带了个插排，然后拿到上面充电。你别看它好像挺像宿舍一样简陋，但其实该有的还都有，包括这个微波炉，它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之前那个酒店它是只有整个一栋楼好像就只有那个用餐区有微波炉。其实我觉得安纳哈姆这个城市除了迪士尼，还有各种大型展会，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酒店，而且这些人都在街上走来走去的。这家 hostel 居然是整个在迪士尼附近唯一的一家 hostel。我还想说可不可以选上下铺，他说现在就剩一个上铺了，可想而知这个酒店是有多满。我觉得迪士尼以迪士尼为核心的所有东西都非常的贵，它不是说我们付不起这个钱，而是它溢价太高，高到它是普通商品的，我觉得至少2到3倍的价钱。这一家是一天晚上是$65加完税。我目前背的这个小包是也要$50。我现在走到这个迪士尼大概要走1个迈的距离吧。如果6人房间比4人房间的条件差，那8个人的房间环境会不会更差一些呢？于是我在圣地亚哥市中心入住的全球连锁青年旅社就选择了8个人的女生房间。It's going to be the first night for $38.97. Okay, 2 separate charges. Yeah, and the second night for $36.92. Okay, no problem. We got your room 305. It's the 3rd floor. Bed number 2, locker number 2. That's the top bunk. This is your key card and security pass. The front door is always locked. The way you open it is with the key reader right there. It'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pillar. Right? Hold up to it, it'll beep when you come on in, and it doubles as a security pass. So every time you walk by the front, hold this up for whoever's here, just so we can clearly see the checkout date and the name, just as you go by. Okay. Just to verify you're still guest list. Gotcha. No problem. 这家是 HY San Diego Downtown， 是全球连锁的青年旅社 HY 品牌，属于比较偏标准化的管理和设施。从性价比来说，算是评价比较好的，主要是因为它在市中心的位置较好。我也蛮好奇，这一晚只有$38的8人房间会是什么样子的。一进门怎么说呢？8个人的房间确实更像集体宿舍一点。浴巾、新的床单、2个枕头、1个被子，这有一个小台灯，然后这有2个插座，哦，这都是有帘的，也是心还挺好。OK， 这是我这次行程的第3家青旅。我刚才进去那8人寝室，跟4人寝室的感觉完全都不一样。8人寝室更像是一个公共区域的感觉。不过他家好在是每一个床位都有自己的帘子，前面2家都没有什么帘子。其实有帘子就还好，就有更多的私密空间感。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里外上下环境都怎么样吧。
有厨房，有24小时的咖啡。哇，圣地亚哥的当趟这个区好热闹啊！这厨房不错。这还有电饭锅，这炉台，2个炉台，2个洗碗池。哦，还有个这么巨大的冰箱，里面可以放东西。下楼看看这个地方。哇，房间还挺大的。啊，这还有电脑可以用。所以感觉公共环境还好。OK， 那我现在就进门准备洗漱了。看看他们厕所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另外一家住了2天，想感受一下不同的。另外一家好吗？我觉得没这家更全一点。这个空间比较小，但是还是可以用。原来情侣真的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居然还能遇见同胞。我现在洗漱完回来了，别说这拉上帘子之后，还真就不在乎这屋里到底是4个人还是8个人了。而且我最看重的这个充电插座，它也是有4个插孔，不过我还是用了我带的这个插排，这样的话他们充电就不用排队了。昨天住了这个8人女生寝室，就感觉私密空间没有那么的尴尬。如果你要是4人寝呢，其实就会有这种很紧密的感觉，跟陌生人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但是8人寝就还行哦，所以他这个8人寝，所以共用厕所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排队嘛，所以他在外面公共区间就是也有这种洗手间，大概额外有6个洗手间，然后我发现这洗手间居然还可以洗澡，所以你完全可以出来自己洗。但是你要在房间里洗，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你要自己用了的话呢，就要自己去洗一下这个被子。我这个8人寝室的人。我感觉有一半都是我这个年龄，剩下的话就是有比我大一点，以及老年人，好像比我年轻的倒是挺少的。昨天晚上我住这家圣地亚哥的青年旅社，也是在它的市中心，可能到了晚上12点多，楼下的那个吵闹声还络绎不绝的。你说青年旅社里面什么东西是最多的？耳塞是最多的，所以戴了耳塞入睡其实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尤其是在外面已经走了一整天，非常的累。他们说圣地亚哥市中心也还是有这种流浪汉的现象，但你知道，我一个从芝加哥过来，又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市中心见惯了这些流浪汉的人，其实这儿的流浪汉已经算是非常的少了。而且我觉得圣地亚哥整个街道是非常干净的，它没有那种臭兮兮脏兮兮的，算是南加州非常宜人轻松的一个城市。这个305是8人寝，
我住了2天，然后我预定的是第3天是4人寝，所以我现在把我的行李拿出来，准备去换一个4人寝，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这位的房间号码是311，外面还有额外的枕头被褥，然后它门外是厕所，厕所还挺好的，单独一个洗浴。这4个人的房间比8个人的房间就贵7美金，所以1晚是43美金。这真的干净整洁多了，一进来的那个味道都不一样。现在楼上楼下都没有人，我这住了一路的青年旅社都是在爬上铺，然后行李箱都要放在上层的那个 locker 里面。这回我终于给了我一个下铺，被单都挺干净的，有干净的被单，还有一个浴巾。长时间住青旅就发现还是住下铺比较方便，尤其是这种锁柜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大行李箱抬上来锁里面的话，是每次都挺累的。哎，我发现我这一路大概住了几个房型，4个房型吧，全部都不一样，挺有特色，挺有意思的。对我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这种卫生条件和环境的。OK， 这就是我入住青旅的一个体验了。总体来讲，我觉得像是发现新大陆了一样，就感觉以后一个人出行也不用担心酒店的费用对于一个人来讲太高了。如果要是女生觉得安全性会是你考虑的因素的话，你可以直接预定女寝。我是不知道混寝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女寝的环境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安静干净一些的，所以我觉得青旅也是很值得尝试的一种旅行方式。